虽然万科很早起了活下去，但现在看来，我们的危机意识还需要更加强。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呢，我们对今明2年提出了一个坚定降杠杆的一个目标。我们未来2年，我们削减了有付息债券、付息债务1000亿以上的一个目标，坚决的把债务给降下来，在更安全基础上再去考虑发展。不分红也是为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创造条件。希望万科能做得更好，能够做出一个穿越周期的标杆。也请相信我们会全力行动，坚决不躺平。尽管有所预料，但还是有点意外。3月28日，万科公布2023年度业绩报告。尽管之前市场早有心理预期，但万科年报的惨烈程度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。实惨，这种惨不是惨在年报的某一单项数据上，堪称从头惨到尾。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4657.4亿元，同比下降 7.6%，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1.6亿元，同比下降 46.4%。要知道，万科23年前3季度业绩就已经136亿，这第4季度的财务洗澡真是掉了一层皮。全年不派发股息，不送红股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，也就是说50来万股东们全年颗粒无收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？董事会主席郁亮表示，从年报披露之日起，自愿领取月薪税前1万元。万科集团全员人数 13.1万，其中地产开发员工同比减少 14%。坦率地讲，市场各界对万科的这份业绩还不算意外，但整份年报中的惨烈气象实在是历史罕见。预期中，就连对小股东象征性的发一点分红，也索性不再粉饰了。万科的解释是，投资者已经对分红的看法发生了较大分歧。投资人分了3派，第一派是债权投资者，他们普遍希望公司减少分红，增加债务偿还能力；而第二派的投资者希望公司延续稳定的分红政策，以吸引长线稳定的权益投资者；而第三派投资人则希望公司保留充足资金应对市场极端情况，并提醒公司目前股权融资环境有不确定性。最终结果是，征求了主要股东意见后不分红。这也是万科1991年上市以来33年的上市公司历程中首次年度不分红，破纪录。从业务上看，万科还在正常运行，比起那些暴雷的同行们，这已经是优异战绩了。截止去年底，万科开发业务实现销售面积2466万平方米，销售金额3761亿元。全年新开盘项目首开当日去化率近 67%， 其中13个项目开盘去化率达 80%。但无论什么样的运营水平，都掩盖不了通篇的紧张感。在年报里，高管们集中强烈展示的是，截止2023年底，万科在手货币资金998.1亿元，可覆盖1年内到期有息负债，剔除预收房款的资产负债率为 65.5%， 从2018年 76% 的高点连续5年下降。同时2023年在境内外合计新获取的融资近900亿元，其中境内新增融资766亿元，新增融资的综合成本 3.61%， 压力山大，那种债务的紧张感甚至能溢出年报3大表的屏幕。偿债舆情沸沸扬扬，万科直面风暴。对于外界关切，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表示，万科管理团队坚决不躺平，一定会跨过这个阶段性关口。郁亮强调，今后万科将以更强的危机感和更大的力度推进上述工作，未来2年将削减付息债务1000亿元以上。要活下去，光业务能力还是不够的，还要强化底线思维，做好极端情况下的压力测试，对超预期下跌做好更充分的准备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您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